全款买下300平空中别墅，能全款绝不贷款，哪怕是掏空所有积蓄。房子是买给爸妈的，准备陪他们一起过养老生活。这个房子到底要得到100万？哎呀，你不乖嘛！当时就因为1楼这个7米挑高客厅和2楼超大露台花园，以及3楼的阁楼艺术空间，立马决定全款买下它。朋友说，你这个房子买那个50万怕是下不来哟。我掐指一算，可以接受贷款20万，相比房贷更情愿办装修贷，所以买房时情愿掏空所有积蓄，也要付全款。大不了设计和施工都自己亲自动手干，直接省掉设计费和人工费，剩下的材料费20万也就差不多了吧。我觉得我20万呢还是弄得下来。先来算一笔账。首先我不吊底，不装中央空调，省10万；砸墙、铲墙自己干，省5000；立面墙自己干，省3万；水电自己开槽，自己买管穿线，省1万；厕所回填防水自己干，省2万；橱柜、家居、床自己做，再省个7、8、9、10万；花园防水、土建省10万。那你看呀，这要省好多钱。倒是省了，要一层狗。既然省钱的决心已经有了，我决定第一步先花2、3万买齐所有工具，这样才有资本去省掉那些昂贵的人工费。不就是装修那点事儿吗？又不是没干过。那要整到猴年马月去了，恐怕要明年这个今天哦，没那么多钱对吧？反正慢慢弄嘛，又不赶工期。全款买下300平空中别墅后就后悔了，因为买得起装不起，所以我决定花小钱买齐了第一批装修工具，总共花费8000多，准备用它们来开启我亲自动手装修这套买给爸妈的房，陪他们一起养老。你还是亲自来住嘛，我怕你用不来这些工具。你晓得我用不来，哪有天生就会的嘛？复式花园洋房有电梯，非常适合我家这二宝。爬楼梯也就6楼，砸掉1楼的这几面墙和2楼房间的墙柱，再给3楼的阁楼开个门和窗，就用这些工具。水电开槽，楼梯墙面扶手开槽，就用这些工具。进不了电梯的材料，就用这台起重机直接吊上来。你把这个按到这儿，要把墙吊垮的。组装这些工具就用了我1整天的时间，毕竟是省钱式自装，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自己去细化和准备。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时间来画设计图，一切都还活在想象中，所以后面的进度会很慢。想干点东西，凭那些比我还着急。嘿，我还是急，他们有啥着急的呢？不吊底，不装中央空调，也能省掉很多工序和花销。用侘寂原木风搭配微水泥做极简艺术空间，家居、橱柜、门就用这些工具。其中这些是我本来就有的，以前自己设计施工过一个木屋，2层楼，有阁楼，有秋千，还能爬到屋顶看星星。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它也为很多人定格过太多美好瞬间。我倒不担心你们两个吃哦。本着能省则省的原则，将厨房的墙和窗拆掉之后做成开放式，墙和窗直接平移到阳台，至少能省几千的封窗费。开发商原有的铁楼梯其实结构也挺好，直接铺上实木梯步，也能省掉几万拆除重建的费用。还有哪儿能省的？我要再想好。3楼的阁楼是我决定买下这套房的首要原因，已经可以想象墙顶地做了微水泥之后的效果了。我还想在地面开个洞，到时候改装一下这台起重机，就可以直接从1楼到达3楼。只是市面上的微水泥价格太不亲民了，不知有没有微水泥商家能看上我这个样板间的。我在阳台安装了一台起重机，这是我买给爸妈养老的空中别墅，今天开始正式动工。复式花园洋房虽然有电梯，但是装修图中的大件材料注定是进不了电梯的，所以我在买房时就看好了这套是有位置可以安装这台起重机的。买下它不到500元的费用，至少能给我省下5000元的搬运费。今天就直接将它安装到位，毕竟要吊重物，我把每个螺丝洞又加固了一下，让它更有力量的稳固拉扯。在我爸的协助下，几番操作之后就安装好了。160斤的我挂上去也是没有问题的，材料基本也不会超过我的体重。先扔个凳子下去，试一下钢丝的长度，能精准落地。嘿，巴适！接着再把水龙头装上，这是2楼的厕所，1楼也要装一个，顺便再装一个临时马桶。这个打我！
那我给你出个门。缝纫机是我小学就会的技能，一看他的年龄比我还老。先收好3条边线，门檐中间用上平和的做法，再往门檐上方过一下线，留出一个洞，能顺伸收干。一个临时且美观的厕所门就被我做好了。没有，这就我。有了水就可以搞墙面了。56元买喷水枪能让我高效的把墙浸湿，方便铲墙工具轻松植入，甚至不用铲，它也能自己脱落。你不要了，你不要你了。哎呀，你们就给我点花园做个耍嘛。2楼的花园就是给爸妈以后喝茶乘凉的地方。3楼还有一个花园，只是我还没有坐楼梯，上不去。2小时，这个房间的墙面就全搞定了。下期详细分享铲墙要领。喷水枪、铲墙刀，一共不到3位数，靠它自己干3层楼的墙面，至少能给我省掉5位数的铲墙费了吧。清理干净墙面灰，下一个工序就是把这间屋子变成我的工具间，用来陈列我的所有自装工具，以及制作所有家居、床和橱柜的操作间。像我这个房间，你也自己给我做啊？可以，一会儿干得到。开发商明知这样的墙面不能用，却非要这样做，害我铲墙就用了3天，一切都是为了省钱。全款买下这套空中别墅后，就没有多余的钱用来装修，买齐了所有装修工具，只能自己干。预计20万拿下这300平的装修。关于铲墙，首先是工具到位了，水枪、铲墙刀。总共花费几十块，自装的第一个工序就能为我省下上万块。当然，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时间和精力，以及技巧和力量。相比轮刷，我首选喷水枪，用它来软化墙面，高效省力。尤其是底面，直接喷湿2-3遍，啥也不用做，就等着它自己脱落。下刀要倾斜用力，在墙面打开一个口，才能延续这个路径，逐步扩展。在直线上，3个支点形成杠杆原理，当用力点大于受力点，便起到了省力的作用。同理，铲墙技巧而言，左手用力往前推的同时，右手助力往下压，2种力量的结合，再加上软化后的墙面，便能让它轻松脱落。做重复的事情都是很枯燥的，但工作不就如此吗？更何况是为自己省钱的事儿。我爸本应该在花园陪我妈喝茶，但闲不住的他非要来帮我干，那就必须做好防护，才能让他陪我干。你们把电去摆起弄嘛？不要，不得回你看是你。把大功率的风扇伺候上，1个上午的时间，2楼的2个房间已干完。提高效率的要点就是把刀片上的灰浆得及时清理，才能减小阻力。刀片还得经常打磨，只有锋利的刀刃才能削铁如泥。这个是合金钢切过，可以切过任何材料。接着干1楼的3个房间，把头贴在里面发力是最省力的角度。清理干净梁和底，我准备让它就这么裸露着，用海洋板制作工具柜来搭配水泥质感，应该很有那个味儿。这个吊个顶，好来看了。你晓得啥子？你晓得？3天时间，除了客厅和厨房，5个房间都干完了。幸好3楼的阁楼是没有被挂上腻子的。真搞不懂这种开发商为什么不直接水泥墙面交付，非要做上这种无用的白墙。自装300平空中别墅，我的物业允许我用起重机。装修期间会有一些材料注定是进不了电梯的，计划所有家居是亲自动手做。为了省时、省力、省钱，这是我自装漫长道路上要解决的首要难题。首先，我不会有大件成品家具，要用到它的只有进不了电梯的材料，所以我的物业批准了我的需求。我跟你说，安全都要去哈。我晓得。十字交叉法的捆绑方式适合这种板材，预防绳子重心偏移。我又用了木工夹来固定挂钩的重心点。单股钢丝吊物肯定会旋转，绑个3角拉绳来稳定方向。这里的树枝太茂密，会挡住起落，顺手剪了树枝，就开始让起重机工作。我爸负责在地面控制方向，我负责操作机器。虽然看似很危险，但只要在物理安全范围内，其实它都是很安全的。当第一件板材升起时，其实还是很害怕它会出意外。顺利跨过阳台栏杆那一刻，我的心也算是有了底气。
解决了个大问题。接着继续起落，操作到第5块板材时，突然下雨了，只能停工。于是没有一点要停的样子，心想不能就这么等雨停，那咋个办？发现墙边居然有电源，于是我量好了电梯门的斜跨尺寸，决定直接将剩下的板材全部切掉。切完板材之后，雨下得更大，但并不影响我搬运板材的效率。300平复式花园洋房是我买给爸妈，打算陪着他们一起养老的地方。前面铲完了5个房间的墙面，闲不住的爸妈依然陪着我将客厅和厨房的墙面铲完，剩下挑高的部分准备先留着，等后面再用脚手架一次性搞完。喷水箱是提高铲墙效率的好帮手，软化过的墙面都能轻松搞定，大刀配合小刀一起用，就连我妈干起活来也是得心应手。除了3楼的墙面不用铲，它是现浇的水泥镂空阁楼，1楼和2楼的所有墙面我们一共用了5天时间全部干完，剩下这几块没有铲的就是需要拆除的墙面。你看嘛，就这头5块钱。就是嘛，为啥子那个人家赚的？工具一共花销几十块，自己干能省下近万块。明天开始先做木工，用1个房间来打造工具房，用来收纳我的所有自装工具。这套房我在成都用了半年的时间才找到它，300平，3层楼，2个露台花园，3楼和花园都是白送的，爸妈的半辈子都给了我，我肯定要送他们一套像样的房。现在的房真是买得起，装不起。拿到房已经1个月了，目前只做了铲墙部分，花销却已过万，全部都是用来买这堆工具了。因为我要自己动手搞装修，有人期待我的方式，自然就会有人贬低我的方式。不过我都不在意。你能陪着我们就行。你不嫌弃我们就。关于如何记录我自装这套房，对于多年摄影行业的我来说，完全可以不用思考，跟着自己的进度走，画面和镜头自然就有了。关于时间，1周只上3天班的我，目前主要工作也就是多个账号的内容输出和运营，每周剩下4天的时间完全可以用来搞装修。反正慢慢做，在行动中思考，在思考中进步。任何事儿不会到会，只是差了那么个过程，跨出了这一步，总能达到自己想要的样子。关于如何装修这套房，自己就是自己的甲方，不需要对任何人交代。要做个啥，肯定还是得有规划，画图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自己看得懂就行。你这个图嘛，我一看就懂了噻。我咋看懂呢？一看懂就对了。这是我自装完成的第1件家具——木工操作台。有了它，接下来的效率就会高很多。国产海洋板，第1次用这种板材，也是看上它的颜值，保留它原本的样子，就能百搭很多空间元素。只是像这种空鼓、漏缝的地方，算不算国产货里正常的质量？还是说我遇到了不良商家？组合式多功能操作台，既能操作施工，也能收纳工具。我用折叠的设计是为了可以让它下一步能去到2楼花园露台，组合是为了让它后期能承载更大的材料。看到这样的半成品，还是有点不敢相信，我居然自己设计、自己制作，还被我完成了70%，看上去还很好用的样子。下期更新它成品的样子。我想要个这种房，你给我做个出来嘛。可以，自装300平，我做了一个木工操作台。可变形、可折叠，变形是为了能承载更大的材料，折叠是为了能去到花园露台。它同时还兼顾娱乐性，有了它就能开启我这空中别墅的漫长自装模式。这是第1批材料，进不了电梯，我用了起重机将它们完整上楼。一共买了14张不同厚度的板材，总共花销2400。先搭了个临时操作台，用于切割板材，每根宽6厘米。拼接了10根方柱，用于2张桌腿的制作。6根桌腿直接连接桌面和底面，里面装上不锈钢望向纹，基本的桌型也就有了。将桌面切割2个孔，大的用来安装台面切割机，小的用来安装倒装切割机以及开槽机等其他倒装工具。抽屉是不能少的东西，收纳一些顺手的小附件。侧面再装上1块可折叠的台面，用来扩张使用面积。副桌也是同样的结构，只是它要小一些，4个腿，
它的主要功能是辅助操作和收纳。抽屉我用了最原始的做法，可以省掉买滑轨的费用，以及抽屉的拉手，我也不想花钱买配件，直接用开孔器开了一个洞作为它的打开方式。木工其实并不复杂，只要设计好制作步骤，画好图，标记好尺寸，会使用工具，都能轻松完成。它不光是我的木工操作台，同时也是我制作的第一件家具。在能满足功能的同时，它还需要有颜值。等到全屋装修完毕之后，它也是能搭配家里整体风格的。海洋板其实也是多层板的加工方式，只是它用了桦木作为原料，所以它有着原木的纹理感。侘寂、中古以及日式的装修风格都适合直接将它原始状态呈现。任何木制品都是需要修补和打磨的，因为目前用不了榫卯结构，连接桌面用了螺丝、木工胶和木屑是最好的修补原料。整张桌子打磨到不刮手的程度就可以上色了。我用了100多的水性木蜡油填补了缝隙的同时，整个桌子还有了光泽感。多功能组合操作台倒是做好了，如何将它们弄到2楼去，又成了我此刻的难题。我发现这种大件家具其实可以用翻滚的方式将它上楼，一个人就能搞定。弄它上楼的同时，我当然不忘切换各种机位，就是有点费人费腰。花园的门只有60宽，折叠的设计就是为了让它后期能去到花园工作，之后的制作都会在这里操作了。施工和娱乐都同时兼顾的操作台，爸妈也很满意。凹陷的抽屉柜是为了装挂钩，挂上这些小工具，操作就会更顺手了。最后再装上一个风控电源板，我的整个木工操作台也就算全部完工了。下一步，设计工具间的上墙柜体。整个房间都将是我这套房所有家具的生产地了，毕竟是花光了所有积蓄买给爸妈的养老房，只能用最省钱的方式来搞装修，计划用1年的时间来慢慢搞，搞完就可以陪着他们一起养老。全款买下300平空中别墅后，随时都在盘算如何省钱，只有自己动手才是最省钱的装修方式。我先做了一个组合式操作台，再用操作台做了工具房的收纳柜，用2楼的一整个房间来收纳我所有的自装工具。工具间出门就是露台花园，我的收纳柜会准备在这里完成。在户外的空间干活简直太爽，制作灵感都会增加很多。我画好了图纸，在上中下3个部分标记好尺寸，就开始干。计划先用最粗暴的方式将柜体完成，在制作过程中再去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以及工艺的完美。有人说我用海洋板太奢侈，同属木工板，200多一张的海洋板确实也不便宜，但是我中意它的木纹质感，因为所有的木工板中只有它可以做到直接原始状态呈现。做好顶柜框架就直接上墙，本来想先定点打孔再安装的，直接枪钉固定也一样牢固，并且严丝合缝。当我将中间的柜体做好之后，发现背板材料不够了，考虑到2块板运费比材料还贵，于是我决定不做背板。本来计划工具房就是水泥墙搭配海洋板的调性，那我就先把墙面做了。刷了一遍墙布之后，我用水泥艺术涂料配合2种铲子刮到适合的程度，贴上塑料布，用铲子将气泡刮出来的同时，边缘再挤出一些流体水泥。按理说这样的工序就可以了，但我又沿塑料布的边缘给它补上了一刀。等它干到一半，撕下塑料布就能做出水泥线胶质感的墙面了。最后再刷上照面漆，就这么简单，一个毛坯感的工具房墙面就被我搞定了。本来以为第一次做我会翻车，但我没有。3个重点：厚度、平整度以及脱模的火候，掌握好这3点，自己动手都没有问题的。下一步，做台面和柜体的门。看我如何拿下这3层楼的装修，5楼复式带2个露台花园，还有3楼不要钱的大阁楼。目前终于变成我理想中废墟的样子了。拿到房已经2个月了，这场面我首先要做的就是自拍，一阁下这辈子只能见到1次的画面。但自装到了这一步，我才领悟到什么才叫装修，要有大的动作才能从本质上见到进度，拆掉那些开发商不合理并且多余的墙面，以及房间多余的门窗，甚至横梁。不，这是过门梁，梁上还有一根梁。买下这套房之后，便没有多余的钱搞装修。
贷款了20万用来拿下装修。本来想省钱，计划也要自己操作拆墙部分，但不听劝的爸妈坚决不让我操作这些危险的工具，我只能选择放弃。看来有些钱还是省不了。300平的活动别墅没有任何人的干预，全部由我自己设计，已经计划好每个房间每个角落要怎么实施。好比1楼相邻的主卧和客厅的空调机位，我就不准备用来找空调，而是留给了洗衣机。2楼的2个房间也被我用对角线的方式开了2个竖条窗，以后在家就能有隔窗相望的视角。还有3楼，就3楼这样的采光，是我决定买下这套房的首要原因。已经开始期待它装修好的样子了。除了开门和开窗，还要在地上开个洞。工具房是我首先要完成的房间，就是将毛坯房变成另一种毛坯房，配合我这个线胶裸顶，选择墙面也做成线胶墙面。我核算过，这是成本最低、效果还很好的方式。区别于其他墙面的做法，它就是多了一个贴膜的步骤而已，也就是这个步骤才是它的灵魂所在。目前的进度，下个月差不多就能做水电。反正装修这事儿说难也不难，把它当作是一种挑战就能拿下它，只是有点费钱费人。你家会漏雨吗？反正我家漏了。Hello， 你把楼板开个洞，才不漏水。楼板开个洞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只是3楼的封顶还没有做好，遇到下雨当然会漏了。全景星空阁楼顶我觉得还不够，又开了2个斜面天窗，之后我与天空的亲密度便可以直接拉满。我的名字带雨，如果可以，我希望每天都是下雨天。走出阁楼是露台花园，花园我正在用线胶的方式扩大它的面积，可能你会认为我违章搭建了，其实我只是用了线胶的方式来封了2个阳台，这样1楼的阳台顶便能连通2楼的主卧，2楼的阳台顶便能连通3楼的露台，顺便也多了20平的面积。以后卖掉房的话，也能多卖好几十万呢。3楼和4楼还没有做好楼梯，目前只能用爬的方式，虽然有点危险，实际上一点也不安全。此刻每层楼都在漏雨，3楼漏到2楼，3楼还能直接漏到1楼，让我就是向往在家能直接淋雨的感觉。雨一直下。你咋子？你咋瞧不到事情出了吗？你赶紧把动动这个，你给他动这起上，这了这不啊？你快弄好了水。这是我买给爸妈的养老房，当初本想在农村花小钱搞一套更大的房子给他们，想着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的爸妈在农村肯定是10000个不适应的，掏空了我所有积蓄为他们买下了这套房，只是至少得1年之后才能入住，因为还要上班挣钱搞装修。我没花1分钱，封了窗，做了门，还造了一个厕所。自装进入第3个月了，虽然很慢，但是每一天都有变化。我把厨房生活阳台的墙砸掉了，整个平移到阳台边缘。第一次砌墙就挑战在楼体的边缘，看起来难度就很高的样子。在我的认知里，不会的事情只要敢做，那一定能成。拆掉原有的排气烟道，顺便将它预埋到墙体之外，使得墙体能够牢固的办法，不外乎就是加钢筋。开发商原有的窗户其实质量挺好，我不想浪费它。按封窗的市场价，我这里直接能省掉6、7千。看似不多的活儿，在我爸的协助下，还是做了整整2天时间。装上窗户是在第4天了，以后的餐桌就想放在窗户里。1楼还有好多拆除后的墙面需要填补，我发现泥工是属于慢活儿，你越着急，它越拉垮。尤其是一些立面和顶面的部分，必须给足它时间和耐心去让它充分吸收。这是2楼的露台花园，我在这里做了个临时楼梯，方便去到3楼。我妈一直想来3楼看看，有了这楼梯就能满足她了。这样的阁楼在大多数人看来根本没啥用，冬天热，夏天冷，还要面临漏水的问题，但是在我眼里，它的可塑性简直太强了，无论是采光、格局、功能性，都是普通房子无法比拟的。
起重机真的是除了平层装修最好的省力工具，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在3楼的楼板开个洞的原因之一。搬砖的滋味真的不太好受，还有水泥砂浆的重量也能压垮半条腿。异形门也有适合它的改造方式，在这种斜面的墙体上做门框，就得先把支点给够，做到不放过任何一个砖的缝隙，那它一定会用牢固来回报你。大不了就勤快点，多打几根钢筋来杜绝后顾之忧。衡量我一共打了5根钢筋，用来连接底面。自装这3个月以来做到了这一步，我越来越不担心我对后面施工的拿捏。亲自动手搞装修，除了能省一大笔钱之外，还能锤炼动手能力和思维能力，以及吃苦能力。当然，我很清楚这些都是后话。总而言之，就是在挑战苦力罢了。本期视频全是砌墙的内容，阁楼的另一半是别人家的，反正我是等不了让他来隔开我们2家。对于这种墙体，我觉得已经完全没有难度了，唯一要克服的只是高度。我将砖的完整面留给了我这边，坏的那一面全部甩给了隔壁。我想未来的邻居应该不会责怪我给了他一个残缺的墙面吧。当装修到了某种程度之后，会突然迸发出新的想法，想在3楼增加一个厕所。这里我采用了难度系数最高的砌墙手法。不想再解说了，进一段音乐吧。一个人住在这城市，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精疲力尽，还谈什么理想？那是我们的美梦。梦醒后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有时候想哭就把泪咽进一腔热血的胸口。公车上我飞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我把装修搞得奇奇怪怪，我的别墅自装还在砌墙阶段。3楼新建的厕所被我做了一个圆形窗户，我觉得还不够。对面的储物间又搞了一个倒3角窗户，在门的侧墙上还搞了2个方形窗，这下几何图形3件套全齐了。自己动手搞装修，就是有着无数的想法，在过程中随时都在变，不想那么平淡了事。在符合我整体设计的呈现上，就算临时迸发的想法，哪怕是不会的，也都必须将它攻破。为了自装这套房，所有工种的工具都被我买齐了，一边学习一边施工。很多东西不管你怎么学，那都是理论性的，必须还是得实操，也只有实操才能真正意义上解决根本问题。我说我把装修搞得奇奇怪怪，应该没有人会反驳。除了墙面，地面也是很奇怪的。我不光把3楼的楼板掏了个洞，露台花园的地面也被我用线浇的方式留了一个洞口。这里顺便也用砖块把下雨会漏水的问题先解决一下。洞口下面是2楼的主卧，以后半夜失眠的时候，在床边就能直接爬梯通往3楼露台。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奇怪的设计想法，应该就是喜欢折腾。为了某一堵墙，我也数不清经历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爸妈给我送了多少顿饭。小叶吃饭了，好，你拿上来嘛。毕竟当你到了无人问津的年纪之后，除了父母能给到你长情的陪伴，已经没有任何人愿意为你付出一点，所以我情愿把余生剩余的精力和时间都给到爸妈。1年前我决定放弃成都主城区的房子，没有商量的另外买下这套房来送给爸妈，只为陪他们一起养老。买了房没有多余的钱搞装修，在爸妈的协助下就自己干了，虽然体力活儿很辛苦，但我们都乐在其中。这里我还把2楼主卧的厕所门给封掉了，在旁边另开了一个门，同样也用了3楼原窗的模具再做了一个圆形窗，反正都是多余的空间，干嘛要将它完全封掉呢？
并且上下还是内外错层的款式。1楼的阳台也做了线胶，里面就成了2楼主卧阳台的延伸。这里的墙面就做得很正常了，只是没有丰满，留了个凹槽，以后可以做隔板或者柜门，用于收纳。包管道是每个装修都会遇到的过程，这里的排气管肯定需要提前把它拐到户外去才行。这是2楼的花园露台，以后我会在这里养很多动物。当舒适的环境有了之后，那么提供情绪价值的宠物也不能少。剩下的就是给这些墙体上灰找平的过程。还好以前学过一些雕刻的技巧，让我有足够的耐心去消磨它。这个过程用一首音乐来过渡一下吧。这人间两茫茫，把利字摆中央，是喜是伤，自己去品尝。这人生何其短，愿你我尽其欢。何为苦乐多，此生也迷茫。为了碎银几两，为了三餐有汤，为了车，为了房，为的是那位姑娘。偏偏这碎银几两，能解世间慌张。纵然有情无人，又何妨万孔千疮。线胶时拆下了很多木料，肯定不能浪费。我直接用来做成了脚手架，3楼的层高将近有4米，做好它之后，方便接下来阁楼的封顶。我将一堆废木料变成了理想中的错步楼梯，自己动手装修3层楼。正在进行中。首先，我用了在墙里开槽的方式来为楼梯转角的平台打根基，2根方木作为主梁，直接插进墙洞里。用水泥凝固之后，便不用担心它的承重问题。有了这2根主梁，把墙皮先接着缠完。楼梯的2侧，我只能用拼接的方式。因为都是没花钱的废木料，长木挡好，打好木工胶，完成楼梯2个侧面的拼接，再用螺丝给它们完成加固，测量好每个踏步的尺寸，用了半旋结构为楼梯踏步开头。我爸不但是我的军师，更是我的好帮手。如果没有我爸的支持，我恐怕也没有胆量敢来挑战这3层楼的瓷砖。错步的楼梯能节省空间，不是我的主要目的，重点是它能让我3楼星空顶的近光可以多一些。半旋结构再加工一下细节部分，也可以让它看起来像全榫一样。到了打磨的步骤，就代表木工活已经接近尾声了。一共做了12个踏步，打胶、组装，再到加固，用左右排列的方式来呈现这错步的楼梯。总长3.2米的错步楼梯已经完成了90%。为了让每一个踏步更结实，我又加了1块木头用作支撑。最后再打磨一遍，送它去属于它的位置上，完成它今后的使命。转角处还需要2个踏步，同样的方式，不同的尺寸。有了第1个的经验，第2个分分钟搞定。这样的转角错步梯也能完美嵌入。等我上完色之后，来沉浸式体验一下它的上下流畅度吧。
角度最能体现它的错布视角，和我事先画的图纸也能完全吻合。至于楼下原本的铁楼梯，后面我也会用木料将它们统一成一个整体。我还没有细算过，自己动手搞装修，目前大概省了至少有10万了吧。1楼的主卧改了格局之后，我用自己的方式又重新砌了墙，想方设法的为墙面留下各种形状的窗户。3层楼一共做了8个墙面，砌墙累积的经验值已经为我后面做花园增加了太多的信心和发挥的空间。做现浇的时候封了1楼和2楼的阳台地，让我本身300平的面积又增加了10几平。我想封掉这个窗口，可是外墙又出不去，无法操作，所以我依然用了废木料先做了一块防水墙，将墙面填满，收边处再做一层防水，加上不值钱的隔热板，我又完成了一面本来完成不了的墙面。起重机是我运送材料最省力的方式，因为到处都是各种形状的洞。到这里是给最后一堵墙面上灰浆，做完它就意味着装修即将进入下一个环节。有人说三角形的窗户是男厕所，圆形的窗户是女厕所。这里欢迎来到我的4楼。在钢化玻璃封顶之前，我用了黑色的防水涂料将顶面统一一下颜色。下一步做水垫，就是这个楼梯，这个错步的楼梯，一步错会终身错的楼梯，我居然被骂开了花。没错，首先它第一步只能踏右脚，之后的每一步都不能踏错，的确是会错一步，终身错。其实就算没有栏杆，哪怕我抱一盆橄榄树，也能轻松上楼。在我的设计理念中，不正常的阁楼不就应该搭配不正常的楼梯吗？复式花园洋房我正在装修中，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囤各种植物了。等我把室内的装修搞完，就来发挥这2个花园的价值。在大家的劝说下，我还是决定先加一个临时扶手，直接在墙上生根，这样去到我家3楼的时候，至少它看起来会有安全感一点。在我的设计规划里，它本来就是会有扶手的，我会用铁的工艺来制作，只是还没有做到那一步而已。它还并不是我最终的成品呀！可恨的开发商在我的3楼不但没有做楼梯，就连屋顶也是空的。做好钢铁骨架之后，用玻璃封顶能延续原本设计的全采光，这一点也能满足我将来对整体装修的规划。两边的斜屋顶也开了2个天窗，装好窗户之后还原瓦片是个复杂且危险的工作，做好一边还有另一边，必须小心翼翼地将每一个瓦片一一还原。自己动手装修300平空中别墅，工程量太巨大，目前只完成了1/3，不过已经进入水电阶段。我只用了3天时间将3层楼的线槽全部做好。好在我花了几百大洋买了非常好用的工具，就是人得全副武装起来。相比传统的水电开槽方式，大多数都用这种切割机，它不但效率低，关键是还很危险。我在装修第1套房时，就是因为这种切割机差1毫米落下终身残疾，现在的右脚都还留有这个教训，真的就差1毫米被它割到脚筋。在我自装这条道路上，只能一脚走到黑。要是有充足的预算，谁还愿意自己干呢？这不都是因为全款买下这套房之后，便根本没有多余的钱用来装修，这样的苦力活没有点体力和毅力是真干不下来的呀。唯一能驱使我的动力，就是为了能陪着我的爸妈过上他们的养老生活。好在自己也有那么一点动手的能力，一边学一边做嘛，大不了就是比别人慢一点，比别人花的时间再多一点。这样下来，整套房装修完，光是人工费至少也能省个20-30万了吧？这笔费用用来买材料完全足够了。我给爸妈的养老生活，慢慢的也越来越近了。
回到错误的楼梯。有了扶手之后，在我的指导下，我妈上去变得流畅了，我爸下来也顺手顺脚了。以后的3楼都是我的，1、2楼也完全够我的爸妈玩耍了，不是吗？我只花了600块，手工了一套8米长的栏杆扶手，开启了我这300平新的自创记录。首先困扰我的是如何不用1颗螺丝完成我想要的极简圆满。扶手的生根问题倒是好办，1颗膨胀就能解决，而楼板这个部分让我酝酿了许久，最终我决定用直筋的方式来解决，始终不能完全避开楼板里的钢筋，那就只能将这个16的钢筋经过打磨才能将其植入，而钢铁部分肯定直接焊接啦。我提前做好了一个稳定器，来方便焊接钢筋，每一根都能做到100%的横平竖直。这是我第一次用上焊接技术，为了我的这套房，我还要把所有的工种都掌握在手，想挣我的装修钱，门儿都没得。4×40的边铁，提前打上螺帽孔，方便最后装扶手。先焊接头尾处，就能轻松连接中间的这6根。用了稳定器，每一根都能与边铁零误差衔接。钢铁连接楼板最牢固的方式，不外乎就是直筋。这里就不能保证每一根都能横平竖直了，只要误差不大于5厘分，都不影响最后的焊接。毕竟钢筋是有韧性的。焊接也是个具有伤害性的技术活儿，没有足够的动手能力，还是千万别碰。当然，想省钱，那另当别论。楼板这边我一共用了9根钢筋，每一根的间隙是40，唯有一根多出了1小节，割掉它，用木棍将其稳定，再焊接。连接好最后一个拐角处的边铁，我又成功掌握了一门新技能。在装木扶手之前，先给它做个防锈处理。别以为我用的是油漆，这是黑色的防水涂料。沙比例，木质细腻，用作扶手硬度刚刚好。我妈她在仔仔扫把，工地的卫生问题全都被她承包了。加装木扶手相当于又给整个栏杆增加了稳定性和牢固性。我爸他的抠门层是连检查里的灰沙都不放过的。安装上拐角处的扶手，加上备料的时间，这项工程前后也用了我4天的时间。但是我只花了600块的材料费，却让我至少省了6000块，应该有吧？还没完，接着干水电。目前做了一部分的埋管，我又临时增加了好多点位，比如3楼的露台，计划是做明管的，又想都到这份上了，也不差那点事儿，就当为了今后的屋顶泳池更好看一点。还有，因为要做全屋智能，这边1楼又忘了预埋监控的线盒，又临时加上；那边的厨房又忘了预留洗碗机和烤箱的线盒，又得临时加上。灶具上面的给水龙头也忘了，再把线槽给补上。唯有最重要的全屋地暖，我没有忘记给它预留管道，进水管的前置过滤器也没有落下。我的水路是做了全改，电路就只做了半改。我家3层楼要是电路也全改，我吃不消，太不说。反正目前我这个水电阶段就是一团乱，等我再好好捋一捋，改一改，加一加，下一期应该就能完整呈现，到时候再给大家分享吧。我也不敢相信，我居然一个人将3层楼的水电开槽和埋管全部干完了。自己动手装修这300多平的别墅，已经坚持了半年，极度想放弃，
最终还是凭借着那股毅力干到了现在。刚开始套管时，也被我干废了很多管，因为把握不好长度和距离，套出来的管只能报废。经历了砌墙时的磨练，现在对水泥砂浆也已经驾轻就熟，也会遇到开槽时把握不到位，得2次修改。除了直角弯管，多角度的弯管是最具难度的操作。利用了3楼露台花园的排水洞来走户外的电路。这个花园是我规划里今后功能性最强大的区域。2楼的过道处又加了一个地暖的线河，另外2个是用来控制2楼的露台花园。关于这块区域是我酝酿和构思了最久的地方，只是现在的场景还无法陈述我的设计理念。第一次使用热容机对我来讲基本也没有难度。这根是冷水的主管，这个花园有60平，我会做成2个风格的分区。这里预留了一个洗衣机的给水。这个花园还有一个厨房，洗菜池的冷热水得留，热水还做了回路。当然，为了左热右冷不打架，我也是浪费了大把的管件。这里我粗糙地画了一下花园几个角度的效果图。反正我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和理解来排管，因为要做花池，我直接选择了做明管。只有1双手的我，只能不断从黑夜干到了白天。7米的挑高客厅也被我做好了这款极简的栏杆。这是2楼的主卧，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就是正常的床头开关和电源，以及空调和智能窗帘的电源。这里又省了一个阳台灯的开槽。每个区域我都要预留一个大功率电器的电源和网络。所有的电路我选择了半改，点对点的方式是最省钱的。地面还要做地暖，也省去了开槽的步骤。这里是一个壁龛灯的地方，以后用来点亮过道的粉。楼道的壁灯也是不能少的，线管排在了扶手槽的上方，用来点亮这3层的楼道。1楼的厨房是重中之重，设计元素最多的地方将会在这里体现。这里我又预留了一个壁扇的电源，被我忘掉和忽略最多的也是这个操心的厨房了，但已被我全部完善。开发商原有的电箱位置太碍眼，必须改。到此，我的水电基本就只剩下了穿线。铁件做水电最烧脑的地方将会在这里了。我爸，他是我这个自装道路上最好的把手，干不了重活的他，有他的陪伴，是我原动力上面最大的情绪价值。我们挪动这些木材，是为了将室内的空间全部腾出来，方便下一步的施工。整理好这些木材，也是为了方便之后手搓全屋的家具。只是这些还远远不够。有人注定可能平凡。最省钱的装修方式就是自己动手搞，像我这种人，等我装修完，也就能省100万了。目前做到水电阶段，已经省了有10万了。电路我没有提前做图，全是一边做一边改，一边改一边加。200平的室内和70平的2楼花园已经全部做完了，现在只剩下3楼的水路了。利用排水洞来走所有的管路，3根水管分为1根冷水，2根热水。第一次做水电总是要走很多弯路，也要经历一些失败，不过这都是累积经验的过程。这里又遇到迈不过的墙体，又只能开槽，这个过程是最难的。
因为全是钢筋混凝土。热熔的角度全部把握到位，这次没有一个浪费的管件。这半年来很艰辛，但都是在为今后的生活努力着。当全款买下这套300平的空中别墅后，只能选择自己了。这个位置是屋底恒温泳池的冷热水，再将它延伸到户外厨房的用水。这里是热水的回路，也就是为什么会排3根水管的原因。此处还差2根氛围灯的电路了，建渣全部留起来，将来做3个卫生间的回填。搬砖是为了将它从1楼传送到3楼去，而3楼这个洞，它只通1楼客厅。目前最大的作用就是用来传送那些我根本搬不动的重物。当然，这个洞它还有其他的用处，只是现在还不能体现出来。周末的时间里，我都会选择一些不会扰民的活来干。砌砖便是其中一个项目。我先把各种途径囤来的植物给它们换到阁楼外的过道去，准备开始做花池。这是为了做超薄的花池壁，我提前做好了铁护栏，这样就能贴着护栏砌砖，做出来既美观又毫无安全隐患。这个区域我会全部种上沙生类植物，用来搭配我的恒温泳池。花池外壁的主体就差不多了，因为这里有个排气管道，所以留了个缺口，用来将它改到楼体之外去。将这里开槽是为了给花园的整体做照明的埋管，之前还一直困扰我照明的落脚点。边施工边思考的好处就是，有一天突来的想法，它是最合适的，也是最到位的。这里又被我忘掉了智能开关的线盒，得补上。上层还会焊接一个网床，也得加2个线盒。自装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省钱、不断成长的过程。我说过，我要手搓全屋的家具，我把2个最大的先做好了。这是2楼的主卧，中间是折叠款，两边是推拉款。窗户上还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它不光可以坐，它的宽度还能让我直接躺。这是1楼主卧的，下面的4块玻璃是固定的，上面的4块也是推拉款，同样也有个平台。我试了一下，它的承重能力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首先，我用了起重机来解决进不了电梯的整料。2楼窗户横向距离是4.3米，这里的用料不能拼接。本期视频较长，但有详细的制作全过程。最近收到好多粉丝的私信催更，边上班边自装的我，怎么也要全部做好，才能将它完整呈现呢？切好主框架的木料，就开始拼接和安装。4.3米的框架是整体成型。这里用了木尖的方式，先将它暂时稳定。打水平的步骤也不能少，不然后面的工序都会全错。做好2楼做1楼，2层楼2个窗户的工序都是同步进行的。露台花园既是木料仓库，也是我的户外操作间。木料的拼接是少不了的，生料还得爆皮。我爸是个老木匠，我从小就被他的各种手工活熏陶着，只是他现在干不动了，一些我搞不明白的还得跟他商量着来，剩下的只能帮我打打下手。分体式的主框连接好上半部分就要开始组装，下半截我用的宽板连接，这样的结构就能有个台面，这是铝合金窗户办不到的结构。再将上下2个部分连接起来，弹线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我爸说，线才是师傅，跟着直线走，绝对不得拐。打上木塞是为了看不到螺钉眼，电锤直接打进墙里，再打进木塞，上下左右一共打了10个螺钉到墙体里面。2楼4.3米的主框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将它固定在墙体上。我提前做好了可以批量制作窗户框的模具，
有了它，就能安全且轻松地对木料进行批量切割。一共要做10个安装玻璃的窗户框，这里将会用到榫卯结构来制作。新添置的工具万用宝是个非常好用的打磨神器。我先做好了第1个框，剩下的全部批量生产。打孔、打胶，再打入木塞，此番操作过后都能保证它是完全的直角。2楼的是4个大框，1楼的是4个小框。网购了一批1.2的成品木条，用来做窗户玻璃的卡条。先用电钻打孔定位，再用修边机开槽。这里我用螺丝垫底，是为了不让滑轮下沉。只是感觉这轮子质量不怎么好，先将就用着吧，以后要更换其实也容易。上色这种工序，爸妈也能帮我分担一下，毕竟是买给他们的养老房，他们每天都在期待可以早一点入住，因为还有工作在身，借着出差，顺带我妈去玩了几天。回来后可以安装钢化玻璃了，先贴好紫外线隔热膜，同样还是用成品木条来固定玻璃，只是这个膜的颜色似乎深了点，安装上之后感觉有点暗，没关系，这都是小问题。轨道我直接用胶粘的方式来拼接，到此1楼的窗户已经完成98%了。第一次做这种大型的木工，当我对上轨道的那一刻，之前所有的担心都平稳落地了。2楼折叠窗的部分是最难搞的，我先打了个3角木方，才能将它暂时稳定，不然就凭我和我爸俩是根本操作不了的。给下半截的窗角开个槽，装上轮子，再塞进轨道，打上收边木条，就可以安装液压杆了。半装台的水泥台面还得先进行加工，不但要找平它，还需要整体抬高，木板安装之后才能与窗户主框齐平。木料库里面选2块宽度合适的，再进行加工。关于窗户的其他木料，我都是买的成品尺寸，直接切割就能使用。我有窗台的材料是用的纯料，所以长度达不到，都需要2次拼接。4.3米的整料，房间转角注定过不了。还好客厅这里有个竖条窗，可以让它通过。固定好这块板面，再掩盖掉螺帽。侧面也用了2块板来拼接，电刨削掉多余的，打磨机磨掉不平整的，修边机再给台面修个弧形。4根主梁用木料再来一次收边固定，最后一步就是上色。折叠窗这里再开几个洞，用来固定插销，控制它的开合度。贴上这种窗户专用毛条，来解决缝隙处的漏缝问题。到此耗时1个月，耗资1800，总面积16平的2个全实木大型窗户就被我搞定了。在我家的3楼有个炮楼，炮楼的外面我自己修建了一个花园，迫不及待地开始摆放植物了。2楼隔壁家的花园也被我占用了，用来囤放我的植物，毕竟我家还在装修中，不适合摆放太多的东西。自装300平已经半年时间了，花园终于有了花园的样子，电还没有完全做完，但水已经全部接通。有了水就可以洗一下我的4楼了，1、2楼再喷点水，就不用怕灰尘了。能拥有一台柴火灶，是我当初决定买下这套房的原因之一，我便可以陪着爸妈过上他们的养老生活。自己动手搞装修，哪有不翻车的呢？推倒重来是我的常态。
这次加高了水泥的标号，在关键处还加了钢筋。我相信这样重做后的花池，它一定会很牢固。自装的过程也是不断增加新工具的过程。我爸就是我的工具管理员。做户外的厨房，水台是必须要有的。把水台做在这里，也能将下水管道给包裹起来。主体结构已经初步完成，柴火灶绝对不能少。打好根基，根据高度再开个洞，用来安装排烟管。1.8米高的排烟管，一定要将它牢牢焊死在铁护栏上。柴门的平台还得做个斜面倒角，以及边缘也得有个圆弧倒角。在做台面的线胶之前，把所有的立面全部挂灰抹平。既然是花园，那一定得有能坐的地方。我直接利用了本身的台阶，将花池壁内凹，就有了一个卡座。靠背的位置我还加了支撑，花池壁的底面也用了钢筋，这样能更顺手的将它捣成弧形。我没有采用先画设计图再施工的方式，直接做完一步再想下一步。当问题来临时，总能找到解决它的办法。做好水电的预留，就开始做洗菜池。线胶的底部我只做了3厘米的厚度。8块钱一张的工程瓷砖，只能用拼接的方式来做台面的打底。假如我不装修这套房，我可能永远都接触不了这个工种，但一旦做起来，这个过程也会是一种享受。给砖也切个直角，能增加水池壁的牢固性。到此，我家3楼的户外厨房就完成了一半。装上这款全铜的水龙头，又有了一些复古感。然而经过了试造之后，还是翻了车。我忽略了瓷砖不耐高温，全裂了，又得拆掉重做。在我不断的改进中，一款多功能柴火灶还是被我做了出来，它还能瞬间切换烧烤模式。当有了烟火之后，这才是我这套花园房存在的根本意义，尽管它目前还只是个半成品。在没有买下这套房之前，我就决定自己动手搞装修，花了3个月，3层楼的水电，我一个人终于将它收尾了。这里是开发商白送的3楼，所以他完全没有做水电，只能自己重新买管布线。水路全改，我把1楼的主水路从2楼卫生间引上来，同时电路也从这里分接到花园露台。水路就是1根冷水，2根热水，我觉得有手就能干。而电路我却是一边研究一边实践，刚开始根本无处下手，但我很清楚哪里需要插座，哪里需要照明。本着这个目的，无非就是将几根电线串联和并联的事情，这是中学物理课就学过的知识。但毕竟是第一次做水电，还是缺少经验。起初很多管线都被我弯成了死弯，好多线根本成不了，纸全部浪费掉。改进之后就能顺手过弯了，但有些弯还是需要我爸的配合才能将它完成。户外的花园我预留了很多插座，这里我还会做一个像这样的厨房，而3楼已经被我做好了一个，虽然它还只是一个毛坯的状态。人间烟火的意义大概就是这样的。我想没有人会嫌弃家里拥有3个厨房吧。对我来说，2楼花园的用电也至关重要，以及夜晚用光的位置我也很考究。这里分别为2个灯光、2个地板的线盒，需要用到智能的地方我也预留了零线，等到安装智能时，我再出一期关于全屋智能的内容。3楼这个炮楼就是我的保障地，以后会是整套房最出彩的地方。这个斜面的屋顶非常适合做个这样的光伏。虽然成都没有几个晴天，但也阻止不了我想用上太阳能的想法，所以我在这个阳光房还预留了光伏的管路。地面开个槽是为了给我的屋顶泳池再预留一个排水管道。至于做多大，应该不大也不小，
反正这里的冷热水我也提前预留好了。1楼的电路还是被我全改了，重新把配电箱做到了次卧的冷背后。我承认我的管路做的并不好看，可能也不太规范，因为我还要自己做地暖，铺保温板时就能弥补这些不足。但做了回填之后，啥也看不见了。地暖的控制线我也预留在了橱柜里的位置。至于原本电箱的位置，我没有将它分掉，将就这个洞做成了壁龛，里面还预留了插座，以及1、2楼的卫生间，还有过道、楼道，一共做了5个壁龛。楼梯间的壁灯也不能少，扶手槽里面也将会有灯光的呈现。在之前我大概画了一下点位图，就直接干了，边做边想，边想边改，该返工就返工。2、3楼是独立的电路，我将电箱做在了卫生间的门口。历时3个月的水电工程就告一段落了，下一步做橱柜。这个橱柜将会有8米长。我用了几百元做出了上万元的橱柜。我这个橱柜有8米长，柜体的底部我让它飘出来了半片，做成悬空的底部是为了安装灯带。我将线管也预埋在了角落的地方。自己动手搞装修，我现在是越战越勇。自从我在3楼的露台做好了灶台和花池后，关于砌砖这事儿似乎它再也难不到我了。自己动手虽然很累，但这种累不光能在换来成就感的同时，还能省下很多钱。当然，省钱才是我的主要目的。之前做了1楼的窗户，我还画了图纸；2楼的窗户也画了图纸。这个橱柜我都懒得画了，只要有信心去做一件事儿，直接做就好了，其他的一切都是多余的。然而肯定会遇到失手的时候，是补救，也就是让水管多一个直接的事情。跟着水平线砌砖是最不会出错的。这种工序的缺点就是耗时，做好柜体必须等待它完全干透才能上灰抹平，不然上灰的力道会将墙体推倒。灯带处的边角我利用锆尺来抹灰，把控好灰的厚度，可一次性成型。墙面打洞是为了在浇筑排练之前方便插入钢筋。模具我用了分体式的连接，方便后期拆卸。对于灶具的选择，我首先考虑的是颜值。6毫米厚度的不锈钢面板非常有质感，3头灶也能拥有这样极简的设计。灶具底座长度75，宽度38，用木条打个框。开始做台面，扎钢筋这个步骤尤为关键。不过我都是用的拆墙时留下的废料，水泥、沙子还有石子，它们的比例我用的是1:1:1。等待台面干透又是4天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面，我又把卫生间的防水和回填给做了。我用的钢柔混合的防水涂料，重点涂刷管道的衔接处。经过了3天的避水测试之后，砌砖包裹好所有的管道，就开始建渣回填。我相信最传统的回填方式，只要做好细节是绝对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当然，我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省钱。第一层水泥砂浆的厚度大概是40，搞定好卫生间的防水和回填之后，橱柜可以拆模了。有着钢筋水泥加持的灶孔，坚韧度绝对超越任何一种材料。我的第一件厨卫电器就这样终于就位了。整体8米长的橱柜，下一步的工序就是打磨和上色。为了做一个橱柜，我居然打坏2次水管。事情要从我妈以为我在厨房做了几个厕所蹲坑说起。这个状态的橱柜看上去确实很像厕所里的蹲坑。在我们小时候，谁家的橱柜又不是这样做的呢？橱柜的灵魂在于洗菜池，留好它的排水口就可以倒水泥啦。8米长的柜体，台面我分了3个阶级，
这是第一个。天已经去得很远，一共就2个水管的位置，而我每一个都没有放过，都被我打爆管。这2行砖主要是用来卡住水池的，台面的支撑也需要靠它受力。预买了5零管，用来穿入灶具的燃气软管。台牌比较特殊，我用的陶瓷钢，考虑了许久，我觉得只有这样的台牌才能匹配我家整体的设计风格。现胶台面的厚度是40，窗台高出了30，直接切掉它，目的是让台面和窗台可以齐平。瓷砖先开个孔，用来安装水龙头。我将2片加起来，可以增加它的牢固性。台面底部的模具为分体式，植入钢筋，每一个控制在15左右的密度。台牌与台面如何衔接，我也考虑了许久，决定让台面压一半在台牌的沿口。我妈一直嫌弃上一套房的橱柜根本不能砍骨头，我使用了这种最古老的做法，砍骨头这事儿今后我妈可以随意操作了。只有这样的橱柜3代人都用不坏，造价还是最低的。等待台面干透的过程，同样的做法，我又把1楼主卧的衣柜墙给做了，自装300平，目前全是泥工的阶段。反正我妈是完全不能理解衣柜我也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我只能很自信地回应她，相信我，等着看我最终的成品效果吧。水泥制品也需要洒水养护，台面之上再砌一堵墙，也是用作柜体，每4列砖植入1根钢筋，直接将它砌到底。砌完时又发现上下没有砌平，只能又再切掉1.5的边缘。上灰抹平之后，拆模是最解压和最有成就感的过程。整个橱柜的灵魂之处就在于边缘的处理，这样做后期水盘与台面之间胶都可以不用再打，它也不会渗水。安装好排水管就可以试水啦。这里的台面之上是饮水机的位置，下面是洗碗机和烤箱的位置，其余部分我会用海洋板来做柜门。这里将会是冰箱的位置。最后再看一下细节上我的处理吧。最快消失了一半。像我这种错误的楼梯只能中午走，因为早晚会出事儿，我就偏不信这个邪。目前终于将这个被万人吐槽过的楼梯完善了。这一段的工程从直径开始，因为是错误的楼梯，极大的节省了空间。多出来的面积，我先用建模再现胶的方式将它填满找平。洞口的护栏也是用现胶的方式来做，并且它还不会影响楼梯的采光，依然是用了拆墙时留下的废料钢筋。主体我设计了2个镂空的方框。我的自装到了这个阶段，总会遇到各种的质疑声。我真的会把几百万买来的房拿来瞎搞吗？不可能的。现胶我现在算是玩明白了，给它一个你想要的模具，它就能成为你想要的形状。像这种方式的护栏，反正我是没有见过，我都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想办法去将它突破，并且让它实现。首先是要结实，其次不打光，并且还要有设计感，这是我对它的整体要求。现胶之后，拆模是最刺激的环节。当然，肯定会有失误的时候，不过都是小问题。这个护栏我将会让它直接裸露，
水泥的质感。之前做楼梯时就想一并将扶手和护栏全部做好，但总被各种工期所耽误。毕竟我是一个人在搞这套房的装修，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太夸张了。我现在的施工是连图纸都懒得画了，管它那么多，焊接好第一个生根的点，再去思考下一个点应该怎么衔接。露台的这里，我还会做一个旋转的楼梯，也可以去到3楼。解决了钢与钢的连接，钢与木的连接也得解决。用一张纸也能计算出钢材的折弯角度。方钢扶手在与混凝土护栏连接之前，我先磨了个槽，让它可以做到平嵌。方钢的厚度我用的是0.3的，这样可以满足整根扶手的跨度之间不需要支点。全部打点连接好，就可以从1楼到3楼全部拉平焊牢。打磨平整每个关节处，上个色来防锈，我的自装又完成了一件关于安全问题的工程。对了，我这个扶手它可以做到在上下楼梯时，手可以完全不会脱离它，转弯处也不会卡手。哎呀，这下就要扣。30多分钟。